罪恶时代超新星之一卡彭诽谤贝基，悬赏金3亿。超人系坚贞果实能力者，目前效力于四皇大妈海贼团。卡彭在做海贼之前是干黑帮领域的，凶暴好斗，就算是合作伙伴也不放过。他残忍地干掉了贝克穆斯，然后肚子上打开一个城门一样的东西，从身体里冲出一大帮黑帮打手。贝基的坚贞果实能力能够在身体里形成一个独立空间，将自己的部下和无数的武器弹药藏在身体里。看上去贝基是一个人，其实他自己就是一整支军队。贝基的手下从贝基身体里飞奔出来，变成正常人大小后，将山治和布鲁克团团包围。比打架，贝基可能不行；比摇人，贝基可是王者。不过贝基的这点小喽啰兵根本对付不了山治和布鲁克，二人准备出招反击。贝基嘿嘿一笑：“且慢，我早料到这些人挡不住你们，但是我还有后手。”贝基叫出自己的手下维特。大舌头维特抓着娜美和乔巴从丛林中走出来，以二人的生命做威胁。尽管山治和布鲁克不可轻举妄动，坐在树上坐山观虎斗的凯撒也没能幸免，被维特发现报告给了贝基。贝基立刻命令手下把枪齐刷刷的瞄准树顶。凯撒，你要是不滚下来，我就用海螺石子弹给你打成蜂窝煤。凯撒吓得大声尖叫，手忙脚乱从树上跌了下来，被贝基的手下一起控制住。贝基知道，如果现在引起骚乱，惊动毛皮族的话，毛皮族是一定会救下山治等人的。为了防止毛皮族过来捣乱，贝基将山治等人请进自己的城堡中。贝基的身体里好像一个古代的宫殿城堡，华丽又大气。山治与贝基坐在长桌的两端对峙，贝基看上去没有什么敌意，似乎并不想与山治等人开战。他掏出一张请帖递给山治，这也是四皇大妈茶话会的请帖，请山治务必要参加。山治看也没看一眼，鄙视地说：“大妈的茶话会跟我有个毛线关系？我为什么要参加？”贝基翻开请帖，上面赫然写着山治的名字。贝基告诉山治：“你当然要参加大妈的茶话会了，因为这次茶话会的主题是婚礼，新郎官就是你啊，文斯莫克家族的三皇子文斯莫克山治，而新娘则是夏洛特家族的第35个女儿布林。”凯撒惊恐地说道：“夏洛特可是大妈的姓氏啊！”娜美三人惊得尖叫出来。山治姓文斯莫克，山治是皇子，山治要结婚了。山治的结婚对象是大妈的女儿。短短几分钟，这爆炸性的新闻也太多了吧！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为哪件事抓狂了。乔巴惊声道：“山治要成为四皇的家人了。”凯撒严肃地解释道：“如果山治和大妈的女儿结婚，那么草帽团实质上就归入了大妈海贼团旗下。”山治将请帖折起来甩回给贝基，一脸不爽和厌恶：“别扯了，老子是不会参加这种茶话会的，也不会和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结婚。草帽团也绝对不会加入到大妈海贼团的麾下。船长路飞不是那种屈居人下的人，路飞可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”山治提出来将凯撒交给贝基，反正自己一伙人是绝对不会跟他走的。贝基呵呵一笑：“你好像误会什么了，我可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请帖拿出来只不过是通知你一下而已，不需要询问你的意见。现在你们可是在我的身体里，你们都是我的尖下球。”虽然城堡内的山治等人没有感觉，但是贝基的身体已经在移动了。城堡空间内的所有一切物品都在贝基的支配下，贝基可以让城堡突然出现武器，或者将他们永远的囚禁起来，不论他们怎么挣扎都逃不出这个城堡空间。而且就算贝基不动粗，山治也绝对逃不过大妈的茶话会，这可是新世界的常识。四皇大妈最讨厌苦味的点心和有人缺席茶话会，如果有人因为无知而拒绝了大妈的茶话会，日后必定会后悔的痛哭流泪。大妈茶话会的请帖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的召集命令，人人都说大妈的茶话会就算是地狱的魔鬼也会赏脸参加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的，不参加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贝基的手下维特俯下身子，贴着山治的耳边说了几句话，至于说了什么就先留一个悬念。维特说完，山治大受打击，脸色由愤怒逐渐变成纠结，默默地点燃一支烟，面色严峻地问贝基：“你们是怎么查到这些事情的？”贝基高傲地说道：“这还用问？你以为大妈是什么人？她可是堂堂四皇之一，统治着中的岛屿，势力大的超乎你们的想象，只手遮天，为所欲为。她想杀谁，谁就不可能活下去。我可不是在吓唬你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赌上性命的。想要不屈居人下，活下去，那就先学会别反抗。”山治静静地思考良久，然后下定决心一般，向贝基要了纸和笔，写下一段话后，转身将纸条塞在娜美身上，交代娜美转交给路飞。文斯莫克这个姓氏是山治一辈子无法抹去的伤害，这次山治决定前去做个了断。山治通过见闻色霸气感知到了，在贝基城堡的外面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，估计应该是毛皮族的高手。趁着贝基不注意，山治抓起娜美三人，将他们丢出城堡。贝基怒吼一声：“黑族！”凯撒用更大的声音喊道：“那我呢？”贝基手下的黑帮打手们打算冲入城堡追杀娜美三人，山治冲过去，接连放了几个打手，夺过一把来福枪，用枪对准了凯撒的脑袋。
山治通过察言观色以及自己的头脑风暴分析，意识到他和凯撒都必须活命。凯撒是对大妈来说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和医师，而山治自己更不会受到伤害。他的通缉令上写了只许活捉，所以他推测贝基的手下也绝对不敢对自己怎么样。他背后的势力一定非常大，大到贝基的人不敢惹。贝基一声令下，命令手下原地待命。现在外面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人，出去的话肯定就完蛋了。城堡外面，猫辐射掌柜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贝基。这个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贝克穆斯倒在地上，估计和这小子有关系，干脆一口咬了他算了。贝基头上直冒虚汗，灵机一动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和贝克穆斯可是一个海贼团上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伤害他呢？”被山治丢出去的娜美三人忙告诉猫辐射老大，这是个骗局，这个家伙是坏人。娜美三人冲到贝基前面，冲着贝基的胸口呼唤山治。山治回头一笑，告诉大家自己一定会回来的。贝基胸口的城堡大门关闭，贝基跳出去，双脚变成履带车，以极快的速度溜走。山治塞给娜美的纸条飞了出去，上面写着：“伙伴们，我去见女人了，保证回来。”在往常，草帽团因为各种原因分开行动的情况也很多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山治说保证回来，却让娜美他们有一种再也见不到山治的感觉，倍从新奇。毛皮族很快赶到，替娜美三人解开了手铐。时间回到现在，路飞听到布鲁克的讲述后，倒是十分乐观。真正说去见女人，其实是去结婚了吧？他会不会把老婆一起带回来？那时候就又多了一个伙伴了。娜美轻叹一口气，这家伙的脑回路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啊。布鲁克耐心地和路飞解释，结婚对象可是四皇的女儿，如果山治真的结婚了，那就是草帽团加入大妈麾下。路飞一拳砸在鳄鱼头上，怒道：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！山治肯定也绝对不同意草帽团加入大妈海贼团。但是大妈命令举办的婚礼又不能拒绝，所以山治留下那封纸条后，独自一人选择留下来。他很可能已经抱着不再回来的心态了。”路飞一听更不愿意了，让山治脱离草帽团，那也绝对不可能。娜美非常自责，如果在路飞等人登岛之前拦住山治就好了。罗宾认真的回应：“是山治自己要走的，你们拦也拦不住。这件事怨不得任何人。”索隆不屑地说道：“那个卷眉混蛋就这么走了，的确不太合适，起码还得说一句承蒙关照吧。现在是和凯多对战的最关键时刻，卷眉混蛋居然被儿女情长限制自由，真是太没出息了。”路飞沉默半天，当即决定直接去问山治就可以了，何必在这里纠结呢？乌索普尖叫道：“你想去大妈的地盘找山治？别忘了，你可是刚刚才挑衅过人家。”没有任何战术策略和战斗力的支持，盲目的冲击四皇大妈的地盘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，说不定还会全军覆没。对方可是四皇啊！到什么时候这一点不能忘记？路飞顿了几秒钟，自信地说：“那就潜进去呗。”乔巴冷静地思考一下，要潜入大妈的地盘也不是没有办法。贝基虽然把山治带走了，但是他丢下了一个最重要的人——毛皮族贝克穆斯。娜美三人一商量，这办法可行。如果把贝克穆斯救过来，他苏醒之后一定会提供大量信息，有他帮助潜入大妈的地盘不是难事。突然，丛林中窜出许多黑影，嗡嗡的声音不绝于耳，一大群大黄蜂一样的东西从四周包围过来。这是一种名为空中飞行者的吸血昆虫，就连象主的血都吸食的残暴虫子。像路飞等人这种没有皮毛的种族，身上的血会瞬间被吸干的。在这个国家里，只要发现这种虫子，就需要立刻驱除，是害虫中的害虫。吸血虫已经包围上来，路飞和索隆直接挽起袖子开始除虫行动，其他人也纷纷加入除虫行动。弗兰奇用自己胸前的照明灯吸引虫子们的注意力，其他人趁机对虫子展开歼灭行动。在大家互相配合之下，包围过来的吸血虫很快被团灭。路飞等人继续赶去见猫辐射老大。提起猫辐射老大，路飞等人比较紧张，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布鲁克悠闲地弹起曲调，他对猫辐射老大的性格非常喜欢，特意给猫辐射老大做了一首歌。欢快的曲调配上带有诗意的歌词，把猫辐射老大描述成了一个颇有田园风味、看尽人间沧桑、坐等夕阳西下的这样一个恬静又远离凡尘的人物。原来猫辐射老大是这样的一个人吗？布鲁克说道，并不是，这只是印象歌。长腿鳄鱼载着路飞等人很快走进了丛林最深处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另一个村寨，这里是侠客团的居住之地——鲸鱼森林。与杰克等人的破坏，这个藏在丛林深处的地方也千疮百孔，一片狼藉，很多地方无法住人，破坏的十分严重。在鲸鱼森林里有个巨大的鲸鱼形状的大树，近看更加壮观，真的就和鲸鱼一样。这里的毛皮族看到路飞等人到来，立刻围了过来，热烈欢迎。路飞顾不及和他们一一问候，私下寻找猫辐射掌柜。这时，一个声音从树上传下来，一个男子高声说道：“再次向草帽一伙表示感谢。”路飞转过头，看到一个美洲狮毛皮族的男子从树上跳了下来，自称佩德罗。路飞想见猫辐射掌柜和贝克穆斯，佩罗德贴上去告诉路飞，贝克穆斯已经醒了。不过这件事对其他人要保密，山治是个好人，如果能在寻回他的这件事上帮上忙就好了。乔巴担心猫辐射掌柜的身体健康，决定先去看望猫辐射掌柜。
一个长腿甜美的毛皮族妹子凑过来，表示可以给乔巴带路。乔巴一看这个长腿的毛皮族，当场就沦陷了，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，身体瞬间僵住。原来一直天真无邪的乔巴也有心动的时候。长腿毛皮族妹子随后说道：“这个时间，猫夫人老大应该正在泡澡。”泡澡！乔巴一听，立刻清醒过来了，以10万火急的速度赶到了猫夫人老大的住处。看到他不仅洗澡，还在大吃特吃各种食物，快活的简直要飞起。乔巴当场就暴怒了，冲过去对着猫夫人老大一顿训斥。但是猫夫人老大毫不在意，哈哈大笑：“我是个追求自由的男人，医生的嘱托嘛，我也当做耳旁风了。”猫夫人看到乌索普等人冲过来抱住他们，就是一顿蹭。有囚禁过，猫夫人老大就会像个小猫咪一样扑过去，自己和自己玩耍。乔巴在一边气得要打人，有伤口就不能乱动啊，否则伤口会崩裂的。猫夫人老大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伤口崩开了。乔巴将猫夫人老大强行摁在床上，准备给他打针了。猫夫人老大看了一眼乔巴手里的针头，犹豫了一下，让罗宾用冬茅草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然后嘱咐乔巴趁自己玩的开心，一针头刺过去。没想到个头这么大的猫妖居然害怕打针。另一边，路飞和娜美、佩德罗一起来看望贝克穆斯。贝克穆斯已经苏醒过来，身体也没有大碍，精神抖擞的大骂贝基那个搞背后偷袭的混蛋。路飞想知道山治的婚礼是谁定下来的。贝克穆斯用低吼的声音向路飞解释道：“能定下这桩婚事的人，当然是文斯莫克家族的老大和大妈了，山治的爸爸。”娜美惊讶地说道：“山治的爸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贝克穆斯认真地说道：“山治的爸爸在地下世界可是非常有名的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你们听过杰尔玛66这个名字吗？又名战争屋。杰尔玛66，所有听过杰尔玛66的人都知道，那是一个只在漫画里出现的虚拟组织的名字吧？”贝克穆斯解释道：“这就是你们孤陋寡闻了。杰尔玛66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组织，组织的最高点就是文斯莫克家族，这个组织的老大当然就是黑族山治的父亲。我是谢夫君，咱们下期见。”